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今天来做个日式黄油吐司。这个吐司和我做过的其他吐司都不一样，其他吐司刚出炉，我闻到的是市售酵母的味道，但是这个吐司刚一出炉，就能闻到浓浓的焦香黄油的香气，特别的松软醇香。而且这个吐司是目前第一个我爱吃吐司边的吐司，香香脆脆的。原配方是来自这本书，这书是我2021年买的，买回来完全看不懂，然后我就收起来了。这2天想做个吐司，就翻来看看，然后我就发现了这个配方。书里还介绍了一种擀卷折叠揉面法，不需要机器，也不用手揉。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很适合没有机器也不会揉面的小伙伴，那我就照着书里讲的来做一下，新手朋友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方法。因为这个配方黄油量很大，所以我就叫它日式黄油吐司了。黄油先切小块，放到冰箱里冷冻或者冷藏。书里介绍说，黄油在冷的时候最香最美味，所以一定要在使用前将它放在冰箱中。把冷的黄油和高筋面粉放在一起，用手搓成细沙状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清水里加入酵母，拌匀，然后把所有材料都加进去，盐、糖、酵母水、牛奶。先用刮刀把它们混合均匀。我算了一下，原配方液体含量差不多是84%，液体量还是很大的。混合完以后，它是这种特别湿黏的状态。在桌子上撒一些面粉，然后把这坨糊糊倒出来，表面再撒一些面粉，就开始用擀面杖给它擀开，可以先给它压扁，然后再擀开。擀的时候它也会比较黏，可能会粘在擀面杖上，擀面杖再蘸点粉就行了。可以看到刚开始它就是这种状态，特别的湿黏，就尽量的给它擀开，然后就从底部给它折叠上去。我这个粉太多了，所以我就拍一拍。折完以后再给它90度旋转，然后再次擀开。书上说这样重复6次就可以了。你们看我做的时候这个变化啊，前2次擀的时候这个面是没有任何阻力，特别好擀开。但它就是特别的黏，太黏的话就撒粉就可以了。到第3次折叠擀开的时候，我发现它开始有点回缩了，这就说明面筋已经开始慢慢形成了。这个面也变得越来越光滑了，这是第4次。越往后越擀开，就会觉得越来越费劲，它回缩越来越厉害，阻力越来越大，就说明面筋变得越来越强。这是第5次折叠完以后的样子，面还挺光滑的吧。这是第6次折叠完以后的样子，非常有韧性。不过6次完了以后，我看了一下模，我觉得模没有很好，然后我又多折叠了2次，我一共折叠了8次，然后给它整理成圆形，放在不超过28度的环境里进行基础发酵。发到2到2.5倍大左右，手指沾面粉按一下，它只有轻微的回弹就发好了，或者不回弹不塌陷也可以。然后表面再撒一些面粉，给它倒出来。倒出来以后，给它平均分成3份。书里写的是分成6份，他用的是棒蛋糕的模具，我没有那种模具，就用吐司盒烤一个试试。按正常流程的话，应该先滚圆松弛，然后再整形。他说这个就是分享的家庭做法，所以不松弛滚圆了，节省时间，直接整形。
把面团拍扁，然后上下对折，再对折一遍，然后用掌根把接缝压紧，再90度旋转过来，然后再拍扁。在排气这里，书上有特意讲过，要适度排气，在一定程度上要减少气泡，赋予面包弹性，但为了保留面包特有的风味，也不要释放太多的气体。翻面，你看哪边宽就给它放在最底下，把底边压薄一点，再从上到下卷起来。就是也不需要擀面杖，这样整形就可以了。把3个面团都这样整好，放在吐司盒里发酵，发酵温度保持在38度以下，湿度80%左右就可以了。发到8分满，然后就可以放烤箱里烤了，表面也不需要刷东西。放到烤箱下层，书上是2个磅蛋糕模具，用170度烤35分钟。我还纳闷为什么要烤那么久，然后我自作主张用我平时烤吐司的温度和时间，210度烤了25分钟。出炉看上去感觉很完美，虽然没有特别高个子，但是也长了不少。我觉得这个方法对于新手来说真的特别好，太棒了，满满的黄油香味儿。然后我闻到的是香浓的黄油香气，而不是商业酵母难闻的味道。看这个拉丝效果也很好啊，它没对上焦，气死我了。但是切片以后，我发现它底下还是会有沉积，然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书里不是用吐司模具做了，要是做吐司的话，面筋还是要更强韧一些才行。正当我想给你们展示它的松软程度的时候，我发现它是这样的，不回弹。我也明白为什么书里2个小吐司要烤35分钟了，它液体量和黄油量都太大了，烤的时间太短，烤不透，这样吃着口感是发黏的。然后我想尝试做一个没有沉积的吐司出来，又按原配方用厨师机揉了一个面。我发现这配方用厨师机揉还真不好揉，太湿黏了。我坚定的没有加面粉给它揉出来了，揉到这样的模，揉好滚圆的时候，我也很是崩溃哈。最后我用190度烤了45分钟，出来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，也没有沉积，面包吃着也不发黏，非常的好吃，非常的松软。但是我觉得一般人可能做不了它这原配方，然后我调整了一下配方，减了些液体，适合用厨师机揉。没有厨师机的小伙伴也别着急啊，我后边还有第2个方案。用厨师机揉也是先把硬黄油和面粉搓成细沙，然后再加入糖、盐、牛奶，酵母先不加，把材料混合均匀，放冰箱水合1晚上。水合过后可以缩短揉面时间，这样能最大程度保留黄油的香气。第2天直接加上干酵母揉面就可以了。我是乔力厨师机6档，一共揉了15分钟，先揉10分钟，然后又揉了5分钟，最后揉到这样的模。揉好以后，这个面团的状态也是很好的，它也是会有一点黏的，但是没有那么的黏。面温还是要尽量控制在24到26度之间。现在我们这边天气冷了，天气一冷，我面温就容易低。揉好面以后，还是要给它进行第1次发酵。发酵完成以后，给它平均分成3等份，然后滚圆松弛20到30分钟再整形。因为你们也看到前面擀卷的时候，面筋越强，它回弹就越厉害，所以要是想好好做出一个很好的吐司的话，还是要滚圆松弛比较好。整形就按照书里的方法整形就可以了，这样比较节省时间。然后放到吐司盒里，还是35度80%的湿度发酵，发到8分满。放到预热好的烤箱下层，上火150到160，下火200，烤35分钟。表面上色了，可以盖上锡纸。我的烤箱是可以放进去以后，把上火调到最低，然后下火用200度，就这样烤35分钟。这个长发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吧？所以做吐司的话，面筋强度还是很重要的。这个吐司因为油的含量也很大，液体含量也比较大，所以还是不能烤太短的时间，35到40分钟左右。但是你们完全可以放心，烤这么长时间它不会变干，还是很软的。这个吐司边是焦焦脆脆的那种感觉。我建议这个吐司颜色不要烤得太浅，如果太浅的话，这个边就缺少了那个焦香味儿。啊，它又没对上焦，气死我了！看这个拉丝效果还是很好的。这个吐司你可以凉了以后就吃，不需要隔夜了，真的很香，浓香的黄油味儿。
非常的松软。这个吐司边吃起来可太香了，我太爱了。没有厨师机也想尝试做这个面包的小伙伴们，你们就可以按书上的方法给它进行6到8次的折叠。折叠完以后，先滚圆发酵30分钟，30分钟后把面团再次擀开，擀成一个大面片，尽量的擀开，这样也可以让面筋伸展变得更强劲。然后再折叠起来，滚圆，再进行基础发酵就行了。这个再次擀成大面片这个方法，我也是参考了做欧包让面筋变强的方法。折叠完以后，你就会发现这个面团变得比之前更光滑了。等发酵完成以后，可以给它分成小份儿，也不需要滚圆松弛了，然后直接整形做成小面包。整形方法还是一样的。正好我有那个小方形的模具，可以做成这种小吐司。还可以整成圆形的，放在杯子蛋糕的模具里，这样烤出来是一个蘑菇头。小面包就用上火210到220度，下火200度烤12到15分钟。不想做小面包的话，你可以给它整成这种大面包，就跟上一期做的那个德国面包一样，然后跟烤吐司的温度时间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就是别放在吐司盒里烤了，这样它就不会有沉积。看这个小面包也特别的松软，完全不会有沉积。2个方案，大家想做哪个做哪个。今天就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那就帮我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、评论吧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